魏家人听着魏冕的话，终是红了眼。金丹可以说是修仙之人的命门所在，没了金丹与常人何异？蒋玲珑眉间一股戾气升起，整个人如同沥了血的刀一般锋锐。老头子，我知你的猜想，不管哪一种，那群人都是该死。魏贤看着父母与仍有些呆滞的阿弟，阿弟或是没想到那么深，遂开口说道：金丹护体可以减少怨气对身体的伤害，若阿英以金丹之体修轨道至小成，离了金丹，体内一时难以承受怨气的侵扰，乱了心智，极易被反噬。这是一种猜想。第二种，阿英是被剖了金丹才修的轨道，而轨道反噬应是阿英亲近之人下手所致。魏浩闻言，脸上的表情是一言难尽。轨道的小成可亏心性天赋，那小世界的人一如既往的恶心。魏冕揉了揉眉眼，眼底闪过一丝狠戾。剖丹、抢夺他人天赋，此类事早有存在，但一直不曾成功。总有人不死心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成功了没。蒋玲珑颔首表示赞同，并表示愿意亲自操作。剖丹既有被剖之人，那必然有承受之人。不管金丹是否还在，另一个人体内的气息是无法掩去。既然达成一致，魏家人便来到了广场，而魏冕自测的魏婴失了金丹，便在那傻小子哭的时候取了他的一滴指尖血。本是想用这滴血再做一块命牌，没成想到先用于寻仇。小辈受了欺负，长辈哪有坐视不理之事？金丹是由修士的气凝聚而成，而气是经过全身脉络血液，因此可由血液推测金丹所在。魏家有一术法换追溯，蒋玲珑双手作结，那瓷盖上的鲜血缓缓升起，以血为媒，寻丹所在。随着声音的响起，蒋玲珑不断变化着手中的结式。话音刚落，鲜血的上方出现了两道截然不同的气息，幻化成了两种颜色，略带灰蒙的金色和不断蚕食着金色的紫色。魏冕重重地拍了一旁摆放物品的桌子，桌子顷刻间化为废墟。好啊！魏冕眼中的戾气是挡也挡不住了，嘴里冰冷地说着一个又一个的好。浩儿，你那空间之术能不能裹挟施咒之力？魏冕对着魏浩开口问道。魏浩的空间之力虽难以撕裂空间让人进去，但一丝缝隙也足够术法过去。魏浩皱着眉头说道：阿爹，这空间之力我尚不能完全把握，且若是把控不好，这术法怕是要跑到阿英身上。魏贤忽然想起自己认识的巫族朋友，阿爹，我有法子。忘机，我说过一个时辰未归，我便来寻你。蓝曦臣按住仍想找寻的蓝忘机，皱眉说道。一直以温和著称的蓝曦臣面对蓝忘机的行为难得的强硬了起来。蓝忘机一双浅色的眼眸是止不住的哀求，背后的灼烧感在不停提醒他魏婴还未找到。蓝曦臣看着忘机白色的家服已经像从血水里打捞出来一般艳红，弟弟自小就执拗，此事若是纵着他，这弟弟怕是命都要没了。蓝曦臣思及此，不等蓝忘机做出反应，直接将蓝忘机打晕了过去。而蓝忘机闭目前模模糊糊看到伏魔洞里似有人影游动，但很快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。蓝曦臣亦未曾注意到转身离开那刻，伏魔洞多了一道身影。魏婴缓缓睁开双眼，眼角飘过一片白色的衣角，速度太快，以至于魏婴以为自己看花了眼。入目地是黑漆漆的洞壁，身后的血池还在咕噜咕噜冒着泡。魏婴心中不由升起一股苍凉感，那个空间里的一切就像一场梦，很真实但又很虚幻。爷爷花了大代价复活了自己，可温情一脉却不复存在。不对，忽然间想起那个小小的阿院，魏婴连滚带爬地跑向自己藏阿院的地方，空了。魏婴整个人如同被霜打了的茄子一般，面色惨白。魏婴赤红着眼，颤抖着手往树洞里再掏了掏，可是触碰到的是冰冷的树木。现在是初春，可魏婴却止不住的发抖，仿佛回到了那个流浪的冬季。无助，本就是翘着的呆毛亦无助的垂着，只有微微的弧度表现着它的不同。温情、四叔、婆婆、阿院他们没了，随便没了，陈情没了，自己就像个废物，一事无成，还牵连了好多无辜的人。稚子何辜？妇孺何辜？就因为他们跟着自己这个大魔头，他们的一辈子就毁了。滴答，
眼角滑落的泪滴于地面绽放出一朵泪花。自己还能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收敛尸身，对。魏婴强忍着悲伤，压下舌尖，吹了一声哨，一袭红衣便出现在眼前。红衣震惊地看着魏婴，亲眼目睹魏婴被万鬼撕咬成碎片的红衣，张了张嘴却不知如何开口。魏婴虽是眼角含泪，可经历撕咬的事情，气质越发清冷。温家一脉尸身何在？红衣在魏婴失控之时，鬼性被其他鬼魂影响，亦参与了撕咬。红衣不敢直视魏婴的双眼，不知是害怕魏婴秋后算账还是其他，直接跪在了地面。公子，温家一脉尸身均被投入血池，红衣参与反噬，请公子责罚。魏婴似是没得到红衣所说的后一句话，整个人脑子里都是被投入血池几个大字，脑子嗡嗡作响。魏婴无力地靠在了树木身上，咬牙道：可曾看清谁投得？